很多美亚都打扮的一样，我觉得很烦。然后可是来到这边之后，因为我自己也是那种穿着会比较有自己想法、有个性那种。然后我觉得在这边，光是你在地铁上面坐着，然后就这样看路人，觉得很有感觉。很有感觉，对。对。我觉得其实韩风没有不好。我觉得韩国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厉害，这一点是跟Zaha 很像，就是他们马上截取高端时尚，然后在1个礼拜内，他们可以就是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他们可以马上推出全新的打扮，然后全新的东西，然后比如他们看到这一季的 Kenzo 很好看，然后这一季的 Celine 很好看，他们可以把2个牌子 mix and match 的非常棒，这个是就是很多有些设计师，他们当然是觉得。我的东西我花了可能将近1年或半年我才想出来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哈，就是我一推出，你不到1个月，你马上给我抄走，他们会很生气。但是有另外一派是他们充满着期待，就是很想知道自己的东西，比如像 Celine 这种很极简的，那他要怎么去跟 Versace 搭配？他会觉得他很想从 Zaha 或者是像 H&M 这边去看到他们一些变化。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韩国他们就是很抓到这个精髓，只是我觉得台湾人在模仿人家的功力上不够，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个单品长得像就是这样，比如，好，可能前一阵子流行潜水鱼布料的蓬裙，那可能有些美亚他们会想说省钱，那我去找看我衣橱里面有没有，他们就随便拿一件蓬裙，可是潜水衣布料跟一般的布料那个效果就是差很多，这个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台湾人。在穿衣服的味道可能就没有人家欧洲或者是人家韩国或日本他们本身更有味道的一个地方，因为像日本他们本来就有一些萝莉嘛，然后有什么109，他们自己本身你觉得自己是哪个味道的人，他们就一直崇尚那个味道走得下去。可是台湾人是好像我可以试试看这个，好像我可以试试看这个。在地铁上的时候，我就是看着那些美亚，我就觉得有事吗？是这样吗？就是对，就是有些人你可以知道他真的很尽力了，他很想打扮，然后他很认真找了一件很好看的洋装，配了一双很漂亮的高跟鞋，然后拿了一个 OK 的包包，但是你为什么不化妆？或者你为什么不弄头发？你就会觉得台湾人就是。我觉得不是嫌弃我们自己台湾人，但我们台湾人有很大部分的女生，比如他们在中山或在东区或者是台北车站的那些人，他们很有自己的味道，比如他们穿古着或者是那种真是辣妹风的。但是多部分的女生她们会很想要打扮自己，但是又很懒或者是不敢尝试。就是在搭捷运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好想帮她把这件衣服抽掉，或者是很想跟她讲说，这个东西可以不要，或者是对，然后就会觉得法国人他们虽然不会就是。追求就是，我觉得他们不会追求，比如现在流行什么。当然，他有一派像我们学校的学生，我们学校学生就分2派嘛，应该说分3派。有一派就是，真的是比较文青、比较古着的，然后他可能去2手店，他会去挖他自己喜欢的东西，搭配适合自己的样子。那另外一派当然就是现在流行什么，比如像最近 Alexandra Wang 跟H&M 合作的，明明礼拜4开卖。我们学校很多学生礼拜3、礼拜2就开始来穿了，然后都是穿那种有很明显的 Wang 的那个东西，对，就是他们就是在走，就是让人家看到我的，对，或者是像之前 Mastrino 的那件麦当劳的上衣，就是也是我们学校也是会有人就这样很高调的。那另外一派应该是像我这种，就是反正随便抽一抽，搭起来还可以就去上课了，因为我只是来上课，对，因为。我会觉得好累，就是我今天大包小包，然后功课又好多，那我今天就来上课，不要太丑就好，对，但是不会到就是每天都要刻意的去打扮，但是针对这件事，就是我们学校老师有念过我们，就是我们服装史的老师，他就第1堂上课的时候，他就直接说，好歹你们也是制衣工会的学生，你怎么会 T 恤牛仔裤 T 恤牛仔裤 T 恤牛仔裤，就整排都一样，然后第2个礼拜上课的时候，我们班那些法国女生，她们就。都变成这样了，就一不小心就用力过头，对，然后我们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啦。但是我跟你一样，我很享受，就是不管是就是比如有时候会跟朋友去坐在路边喝咖啡，或者是自己平常走在路上，或者是在地铁里面，我觉得看他们妈妈的穿着，或者是
妈妈帮小孩的穿着，或小孩自己选的。70、80岁的。对，尤其70、80岁，尤其是在那种16区富人区。你会看那些婆婆很认真，就像我那天去看50年代展的时候，有一个婆婆，她头发是银白色的，我不知道她到哪里找到那么多白色的单品，围巾也是白的，大衣也是白的，裤子也是白的，然后鞋子也是白的，就是整个跟她头发颜色是一模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是他们就是对他们自己的一个生活态度，他们即便可能只是就是面包店就在楼下，他们也是不穿拖鞋。就是我一定也是画个口红啊，戴个耳环啊，拎着我最漂亮的小包包下去，只为了买一根 baguette。对，那这边法国女生其实她们就是很做自己啊，头发绑不绑都无所谓啊。然后，因为她们就是这样很慵懒的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她们。然后我觉得最大一点的差别是，巴黎人很注重自己的体态。所以其实他们运动的人很多，即使不是在路上跑步的，他们也有可能是每个礼拜至少都会去温水游泳池游泳，对，或者是他们可能会做一些拳击有氧或什么的。所以其实他们跟台湾的女生，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他们有在让自己的肉是比较结实、比较紧、有线条的，不是说台湾女生瘦不好或者是怎么样，只是台湾女生，我觉得亚洲的女生啊，通病是。大概会有30%左右吧，因为我知道现在运动的越来越多，所以会有30%是那种觉得我靠不吃来减肥，可是不吃减肥，其实你的线条是不好看的，线条不好看的情况下，看起来病，然后你穿有些衣服其实就是肉是松的，是不好看的，对啊，还有我觉得就是两地的差异啦，就是在这边的人对生活方面比较要求。比较会有自信去，对，不管是你说体态那个啊，平常走路讲话那些，我觉得那种东西也都算是一种，就是漂亮的表现。对，因为我觉得，像我在制衣工会上课以后啊，然后，我们做了几个配送大使用以后，你就会发现，就是其实亚洲人，我们跟他们从小受的教育跟文化当然是很大的不同。那无可否认，他们在从小到大的自信培养以及个人人格的培养，还有一些你自己的自信方面，那些都是很完整的。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即便是可能80岁的阿嬷，或者是那种可能才5岁或者是2、3岁的小朋友，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外观，因为我后来有发现，其实很多在这边的小朋友，他们出门的衣服不是妈妈帮他们配好的。是妈妈会跟他讲说，我今天有这些选择给你，可以自己去配。那他可能会跟妈妈说，我今天就是要拎这个包包，我今天就是要穿这双鞋，然后我今天就是要这样。可是，在台湾，我们其实从小就是，今天就穿这套，就是我们可能，到国中前，或者是有些到高中前，或者是像我是到大学前，就是妈妈买什么衣柜有什么我就穿什么。即便我自己是对服装有兴趣的人，但是我不会特别的去想说，我自己要穿什么样。对，但是他们这边是从小就会培养你说，你想穿什么样，你自己去决定。对，然后甚至是去餐厅，你想吃什么自己决定。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他们的人格培养当然是比我们好很多。但是亚洲当然也有赢他们的部分啊，就像我们做几个配送大熊以后，我发现，我们亚洲人只是输在于语言能力。因为毕竟他们说法文也是17、18年、20年，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字汇量比我们多很多。我们顶多才说个1年或2、3年的人，当然很多字我们都不认识，所以很多感官我们是无法去讲出来我们要的或什么。可是我们的逻辑概念比他们好很多，我们可以归纳跟整理跟总结很多事情。然后最有趣的是上课的时候吧，我觉得他们听得懂。但是他们做的可能笔记，他们会很认真做笔记，就像比如 Illustrator、Photoshop 那种需要实作的课程，他们会一步一步问老师，然后一步一步记。那我们亚洲人可能，因为我们真的有时候听不懂，我们只能用图像去记，或者是用老师怎么做，我们就跟着怎么做，然后多做几次去记起来。然后我会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在上课的时候他们听得懂，但是他们做出来可能80分或者是90分，最好可能90，然后可能最差的40、50分也会有，就是他们听得懂，但是他们无法吸收跟了解跟做得很好。反而是我们这种听不懂的，我们至少都可以达到可能有80啊或60、
90这样，就是一个均值，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啊，因为你们才听得懂的，我们都听不懂哎。会不会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听得懂，所以反而私底下没那么用功？有一点，他们会变成，比如我觉得我们听不懂，所以我们上课只要老师一叫，我们就冲最快，然后他们就会坐远远的，老师说，哎，你听得到吗？他说我听得到啊，然后就很懒散，也不会很认真去上。那一方面我会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不同是，能出来国外念书，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其实很多会觉得啊，留学生尤其巴黎很漂亮，对对，巴黎很美啊，然后走在路上如诗如画啊，食物又好吃，他们不知道租房子就是一个点，然后所谓的什么 GAF 又是一个点，然后我们要留在，我们要活在这边，居留又是一个点，然后每天要跟那些看似文明的野蛮法国人排个队或什么，对，这都对我们来讲都是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生活啦。对，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就像我现在对于制医工会的理解度，我觉得我们学校是一间很好的100年传统制医学校，没错。像我的学长有 Yves Saint Laurent，然后有 Jean Paul Gaultier，那台湾也有一些设计师都是来这边再学回去的，对，然后。可是我觉得对他们法国人来讲，可能就有点像是我们的一般大学，可能像是以前的实践家商或者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学校针对于留学生的那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对于他们法国人当然是不会限量那么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落差啦，对吧？所以我们自己会比较把握这些机会。在巴黎有很多跟服装有关的学校，那制衣工会其实它以前最源头是一群老的女裁缝师，她们一起在一起的一个工会，然后慢慢，它就演变成一个学校，然后它就是真的在教一些很传统的缝制的东西，像我们现在我们缝衣服，老师有规定，旋肘只能打开到这边，这就是一次性的。一开始我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可是我后来懂了，就是你在缝衣服的时候，如果你线拉太长，它一方面会打结，另外一方面你在拉的时候，你很危险，你会戳到旁边的人或什么。然后或者是像我们在剪布的时候，你的剪刀不能离开桌面，对，然后我们在缝东西的时候，手肘不能离开桌面，这都是他们从以前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他们一直在遵守的这些东西。那我会觉得这是，就是我在这边学到了，然后我当然。因为我自己其实最主要我是想要当服装设计师，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当初受到就是我看一些人的传记，我不知道这是真的事件还是假的事件。那但是像我很喜欢 McQueen， 那 McQueen 他就有人是说了，之前他有设计一些衣服，但是他制衣师就跟他说，你这个构造是做不出来的，你这个结构是有问题的衣服，不可能实现的。那么 McQueen 他就把自己关在工作室，然后2天后他就打开那个门，然后他画的那件衣服就摆在那边，所以制衣师就觉得啊，他都做得出来了，所以他们又是打版师又是什么，他们就更没有那个脸去说我做不出来。那我就是受到他的启发以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自己已经会画，然后有想法，我知道该怎么设计，那我该充实的就是做这方面，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学校他们是有顺着法国人老巴黎人的那些老制衣师的传统，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那些手工啊跟经验，我就觉得好像是可以去学习的。对。那另外一方面当然是 Saint Martin 跟 Parsons 太贵了，因为 Saint Martin 它算是现在服装里面的先驱，因为不是说制衣工会不好，只是因为我们学校是比较注重在于手工跟做。那我们学校最近他们自己有体悟到，好像这样是不够的，所以他们有开始在像上一届台湾学长跟我这一届，我们的课程其实就有很大的落差，对。然后我觉得他们也知道要怎么去补强以及推广学校的名声，因为像 Saint Martin 跟 Parsons 有 Project Runway，名声就打得很响嘛。我会觉得。有一个品牌并不是每一个设计师的终极梦想，但是它是我的啦。对，那就像我们再回到上一个问题，会想要在哪里工作的话，我刚刚说不排斥任何地方嘛。那当然最好是如果巴黎可以有
几年的工作经验，我不确定，因为1-2年我不知道这对自己以后会不会有帮助。但是像我之前认识有一个台湾的学长，他是在Chloe 就直接工作了8年，对，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因为你跟亚洲人共事，跟你跟欧洲人共事，以及你跟很多不同人种共事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因为来到巴黎以后，你才会发现这边真的是一个大熔炉。就是我很多朋友来玩的时候来找我，就说，哎，巴黎跟他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就是好像没有那么有所谓我们印象中那个巴黎的那种浪漫，或者是那种巴黎的氛围。因为他说他觉得这里的种族太多了，反而让他觉得有点像是，街景很漂亮、很古典的纽约或什么，因为到处都是黑人啊、黄人啊，或是白人，就是整条路上都是，所以我会觉得，因为我们台湾人回去，你在工作上，你一定整个 team 一定全都是台湾人，顶多好有一些亚洲人或者是外国人，我不太清楚，因为对我觉得我们台湾比较不可能会高薪聘请外国人来当制衣师或者什么当车工，对，可是他们这边就是会有亚洲人，然后会有外国人，所以每个人的想法跟思考逻辑跟人格培养从小就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种经验的交流啊，是我会想要留在这边学到一些东西的点，对吧？因为不一定每个都是我是义工会出来的，有些可能是 Parsons， 然后他来这边面试，可能某个品牌就上了。那你在跟他当同事的过程中，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哦，他学校教给他的是什么，那我也可以告诉他我学校的是什么，然后当然就是可以營造漂亮動人賣相，你為何未曾讚揚？